Hello， 大家好，我们养鼠很多年了，特别喜欢鼠子，它们真的很可爱，很治愈。现在想出一个系列，把我学到的体会分享给大家。当然，我的认知也有限，我也在不断的学习，你们也可以分享和留言，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陪伴自己的鼠鼠。我们现在年纪最大的一只侏儒，差不多有2年半了，相当于人类的85岁。养的金丝熊的话，也有6到7个月了，现在基本都是伸手都会跑到我手上，放养的时候呢，也会追着你的腿到处跑。首先，鼠鼠来你家之前，你需要知道仓鼠这种动物有哪些习性。你接到鼠鼠以后，是需要去建立信任才能上手互动的，这个过程可能会很久，而且也是有概率会被咬的。它还有可能对你大叫，在笼子里上蹿下跳，弹射起飞。大部分鼠鼠天生都是胆小的，只不过有些商家脱敏后，对人类的防备心小了一些。即使长大后它很熟悉你了，你突然去摸它，它还是会吓到的。鼠鼠是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的，也有可能你一整天都是看不到它出来玩的，但是晚上一关灯是会有点吵的。如果你养在房间里，跑轮和拆家的噪音是比较难避免的。鼠鼠白天的视力很不好，相当于近视800度以上，而且它们是色弱，更能看得清蓝色和绿色，所以在家具的选择上可以优先选择这2种颜色。同时，它们有很强的夜视能力，以及靠更多的听觉、触觉、嗅觉去感知这个世界。鼠鼠非常喜欢啃咬东西，哪怕你给它大一些的环境、厚一些的垫料，也还是会咬。有一些它是想咬穿逃出来，有一些是焦虑，有一些是想磨牙，也有可能是它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鼠鼠最早6周开始发情，如果是母鼠的话，会有一些气味，也会变得更加的暴躁，频繁的用身体去蹭各种地方，为了留下它自己的气味。公鼠的话，味道比较小，也没有明显的暴躁。如果给它们交配了，一般怀孕只需要16到22天，而且一次性能生4到12只，繁殖能力很强的。鼠鼠喜欢囤积食物，一般先塞进夹囊里面，然后是带回窝里，然后就是一边睡一边吃。一段时间之后是需要清理的，不然食物会发霉，吃了会生病。鼠鼠喜欢给自己舔毛，就是给自己洗澡，但是过于频繁可能说明身体不适，或者是有皮肤的问题。鼠鼠喜欢挖洞和钻洞，喜欢躲在狭小的缝隙里。冬天的时候铺厚一些的垫料，再加一些管道，会让它感觉到开心。鼠鼠是不适合合笼养的，它们的领地意识很强，会打架，甚至咬死对方。鼠鼠可能需要很久才会学会定点尿尿，没学会之前笼子里面会很臭，所以接到手之后尽早让它学会定点尿尿是很重要的。定点拉屎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学会的，他们说拉就拉了，而且是一半拉出来再用嘴巴叼出来的。他们也会吃自己的粑粑，有一些还有一些营养成分，他们会继续吃，所以这是他们的宝贝。基本上他们都是枕着它睡觉的，但是呢，最好还是定期清理便便，这样呢，你能观察到它们排便是否正常。除了这些小知识除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准备。我觉得养鼠最重要的是有4个点：尊重。每个鼠鼠都和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习惯、性格、脾气，它们可能会很凶、很胆小、很宅、不亲人，这都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办法改善的。它们也会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你买了很漂亮的窝窝，它却喜欢睡在地板上；比如你刚铺好的漂亮垫料，它全给你搬到厕所里。但是我觉得我的鼠鼠是我的朋友，只要不是有害它的健康，它喜欢在它家里怎么样都随便它开心舒服就行了。所以尊重很重要，有时候它们开心健康比能不能躺在手里或者能不能在手里睡觉重要很多。用心。我记得小时候养的鼠鼠，就是撒一把粮，等它们吃完再撒一把。那时候买鼠鼠还送笼子，笼子也是特别小的。有些家长甚至会说，仓鼠很难养活的，去世了就再买一只好了。但是其实不管你的鼠是领养来的、买来的，还是套圈来的，那都是一条生命，我们有责任对这个生命负责。而且现在养鼠的设备、粮食都有不断的改良，如果能够更加用心的对它，给它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体验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将是我更建议的。可能你会想养仓鼠，是因为网上看到很多很乖的或者互动性很强的鼠鼠，但是你的鼠不一定会这样。仓鼠的作息跟我们是相反的，白天可能完全看不到它们，
有时候你想跟它们互动一下，它可能躲在屋里不出来。而且很多鼠鼠很胆小，很怕人，养了很久都不敢吃你手里的食物，更别说互动了。你不要因此就灰心了。其实每天坚持陪伴它，有一点点进展，也是值得开心的。不仅是建立信任去互动需要很久，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坚持才能做好的。比方说教它定点尿尿，我有一只鼠鼠，整整乱尿了3个月，我给它洗了3个月的泡轮，如果尿湿了怕有细菌发霉，就给它打扫。去网上学习各种方法尝试，还企图通过语言教会它，但它每次还是呆呆地看着我，然后第2天又尿在了楼梯上。后来刚学会定点尿尿没多久吧，又开始咬家具了，一到晚上就是把窝咬出各种洞洞，时常又好笑又好气。但是你回头想想，鼠鼠的生命很短暂，只有2到3年的时间。你感觉它刚刚有些懂事，不会乱咬你，它可能就因为一些疾病突然的去世了，甚至可能没有2年它就去世了。这不一定代表你养的不好，也许你已经很用心了，但是有些鼠可能就是抵抗力不好，或者基因带来的疾病，我们无力改变和治愈。只要你有在用心的对它，就不用太自责。它会感受到爱和离别是小鼠教会我们的2件事，我们也需要提前做好离别的思想准备。所以呢，在它有限的生命里，多给它一些尊重和时间，多花心思做一些功课，去给它带来快乐。遇到不亲人的鼠鼠，多一些乐观；遇到让你头痛的情况，多一些耐心，是我觉得在你决定好要养鼠之前需要有的心态上的准备。不过听我讲完这些，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我会陪你们一起养好鼠鼠的。我也会不断的去学习，尝试新的养鼠知识，然后把自己学到的经验都告诉你们的。下一期我会分享一下侏儒和金丝熊的特点，以及如何挑选你的鼠鼠。